这个二品大员刚到浙江上任，没想到第2天就被狱卒打得血肉模糊、冷汗直冒。说你他妈的吃了哪餐的豹子胆，敢冒充府台大人的威名？我凭什么就不该是府台大人？然而芋头听闻此话反而来了劲头，当即打算让卢卓好好吃一番苦头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卢卓正是刚刚赴任的浙江巡抚。此前卢卓受刘统勋的委托前往秤铺暗中查探秤砣一事，怎料他才将秤砣递到掌柜手中，对方竟然脸色骤变，不仅劈头盖脸把他骂了一通，还直接把他轰出了门。原来这铺子掌柜早已留意到了他。卢卓前脚刚迈出门槛，后脑便遭了一记闷棍，随后便被丢进了县衙的地牢之中。可令他始料未及的是，外头那些人满嘴假话，而牢中的囚犯反而句句都是大实话。可是他还没来得及分辨真假，牢门就忽然被人推开，只见芋头趾高气扬地宣称要释放米汝城之子米和。米和顿时愣在原地，因为他压根不愿离开此处。然而芋头却冷嘲热讽道：“若非你爹是米大人，这牢底你怕是要坐穿。你爹现在在京城也是伺候皇上的2品大官，别再给你爹丢脸了，回去吧啊，快点！”一听米和竟是官员之子，牢中犯人顿时坐不住了，于是众人齐刷刷跪倒在地，恳求米和出狱后务必为他们这些钱塘县的佃户们主持公道。可是还没等米和开口询问，就被狱卒强行拖了出去。而这一幕全被卢卓看在了眼里，可是不等他追问，便被单独押进暗室严刑拷打。怎料卢卓反复表明身份，说自己是新任浙江巡抚，但是芋头却死活不信，只因他瞧着卢卓的模样，怎么看都不像巡抚。于是卢卓怒火中烧，厉声质问：“难道你们办案全靠以貌取人？”不料狱卒竟坦然承认，这下差点把卢卓气得原地升天。我听说杭州知府孙敬山大人长着老鼠胡子，这么一张熟脸，你为什么不套他一索？卢卓此言一出，芋头彻底失控了，他怎么也料不到这人都快没命了，还敢冒犯他们上司。可是就在这时，他们的上司已经得到消息，匆匆赶到。他一见到卢卓，当场吓得魂飞魄散。真是有所你们这帮王八蛋！我倒想见见这个放屁如雷的人。来，我撕了他！放肆！孙敬山肺都要被这帮手下气炸了。他做梦也没想到，这帮蠢货竟然说自己是杭州的土皇帝，还说自己说的话就等同于圣旨。于是他赶紧亲手替卢卓打开枷锁，并熟练的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下官孙敬山跪请福台大人治罪。懵逼的芋头是一脸的懵逼，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酷似年羹尧的老头居然真是巡抚大人。被吓得尿不湿都尿湿的他，赶紧跪在地上叫爸爸，完全没有刚才那股子嚣张气焰。可还没等卢卓开口询问，孙敬山便急令手下将芋头压下去，而卢卓则默默拾起地上的枯草，替自己简单裹住伤口。随后不紧不慢地敲打起孙敬山来。孙大人，做人呢就那么回事儿，一会儿是阶下囚，一会儿是座上宾，18年呢转这么一圈，要是碰巧了18个时辰，没准也能转上一圈。卢卓就是想提醒孙敬山，他在牢中已经听闻了不少风声，若是日后查出什么端倪，孙敬山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。这下可把孙敬山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，因为他暗中一直在做倒卖官粮的勾当。看到卢卓来者不善，孙敬山当即盘算着必须提前做好准备。